哇，来了一个大章鱼啊，超大个的八爪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导那个早上的4点钟啊，有时候准备出海去捕鱼了。这么早出去呢，就肯定是去近海的。上次外海的收获还可以啊，这次近海希望也能收获好一些，能捕到多的一些大黄鱼，特别是大条大黄鱼能值多点钱。好了，现在是先准备去船上，然后过去就可以机器启动就出发了。因为下午的5点钟就开始刮风了，所以就去不了外海，不能像上次去外海那样子，只能在近海碰碰运气啊，一大早出去，然后中午就回来了。刚下到船上这边呢，然后好像这边要等一会儿，等到潮水涨上来才可以出发，因为船现在还在搁浅的状态，要潮水涨上来才能浮出去。好了，现在潮水也涨上来了，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，也就可以出发了。去近海捕鱼就要趁早，还有趁快，要不然位置基本就会被人给占领了。没关系，天空越黑，星星越亮，我也满身长没能成为自己的月亮。等我攒够了6便士，就去找月亮。能遇见你是银河赠予我的糖。船刚停泊下来啊，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，因为今天风浪比较大，所以放网的速度跟开船的速度都比较慢。连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，风浪都是比较大的，现在都是比较摇放，没办法啊，然后准备吃个早餐，吃完早餐马上就要过去拉网了。今天大部分都是在近海捕鱼啊，所以停在小岛这附近的渔船也是挺多的，有个10几艘吧，而且风浪是有加大的迹象。已经是潮水刚到啊，浪太大了，然后准备过去拉网了。希望这一次大黄鱼多多。废话不多说啊，机器启动一下就出发过去拉网了。大家从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，船是非常的摇晃啊。现在把固定船只的长锚拉上来之后就出发了。第一个网的位置离我们船停泊的位置并不远啊。这风浪只会越来越大，不会减小的，所以要加快点速度拉网。从这里开到放网的位置大概是5分钟的船程就能到达。第一个网是小网，看能不能捕到大黄鱼吧。船摇晃得厉害，人都要扶着点才能站得比较稳。这样子的风浪出海捕鱼还是挺危险的。不过这也就是渔民吧，赚的也就是一点辛苦钱呐。好了，现在网也就拉上来了啊。然而近海捕鱼就是这样子吧，第一片渔网是空网啊。这里是来了一条白花鱼，连白花鱼都显得比较精致，看来今天的海水也是相对比较浑浊啊。哇，来了一个大章鱼啊，超大个的八爪鱼。哇，紧紧的把甲板给吸住了，拉都拉不上来啊。要2个人合作才能把它拉上来，这也是力气真的是够大，够大个，把钉住的甲板都给吸上来了。再来一条白花鱼啊！今天的海水应该跟上一次外海的差不多，都是挺浑浊的，所以拉上来的大黄鱼肯定比较精致。拉上来的这种塑料袋也是比较多。这是一条春子鱼啊，这条春子鱼比较小条，跟白花鱼一个样。上一次的近海遇到的这种春子鱼还是挺大条的啊，今天的鱼话却显得比较小。上一次的外海也是捕到了不少白花鱼，近海应该也会有。不过近海的白花鱼相对就要比外海要小不少啊，外海的挺大条的。相隔的不远处是有一条渔船也在这里拉网啊，还好网没压到啊。好像近海的石头蟹要比外海还要多。19公来了一条啊，这种煮汤是好食材啊。哇，来了一条黄花鱼，大黄鱼啊！哇，可惜尾巴好像被螃蟹给咬掉了，价值要大打折扣了。大黄鱼的价格还是比较看品相的。这条尾巴被咬掉了就要少很多钱了，不过也挺金黄的。可恶的螃蟹啊，太可惜了！被螃蟹咬个这么1-2口，至少要亏个200-300块钱吧。这条应该有1斤，本来1斤可以卖个500块钱的，现在只剩下100-200了。春子鱼带着2只螃蟹，近海的白花鱼还是比较小的，来了2小条啊。这边倒是白花鱼来了不少啊。
但是今天的白花鱼看起来不算大条，还不如刚刚的这条春子鱼大条呢。就是这种万恶的螃蟹，把我的黄花鱼的尾巴给我咬掉了。后面来了一条海红斑哦，不是芝麻斑，是海红斑哦。不过还是略显小条啊，这么小条的价格就不高。这条应该也就8两左右吧，这种规格的红斑也就300块钱左右。现在的大红斑一斤可是达到600块钱了，好卖的时候要达到650，这条就打个对折了。我去，还来一块大石头啊！真的是鱼货不够，石头就来凑了。小剥皮也来了一条，不过可惜是那种不值钱的那种。这一条并不是我们在外海经常捕到那种原生剥皮啊，这种是扁身的。好吧，就这样子，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鱼货比较少啊。不过好在捕到了大章鱼、海红斑，还有一条被咬的大黄鱼。虽然大黄鱼被咬了，也能值个200块钱吧。那条海红斑再值个200块。第一个网拉完了，第一个网收获算是挺不错的吧，有大黄鱼，还有海红斑，还有一个大八爪鱼啊，孙子鱼也有啊。虽然鱼货数量不多，但是上来都是比较值钱的鱼货，能值个大几百块钱吧，还算是可以了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啊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分享给大家看吧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我是拿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